尹锡悦身为韩国总统，52岁才娶了老婆金建熙，结婚10年，两人没有生一个孩子。主张晚婚不育的他，竟然靠反对女权成功上位，一国总统带头搞反对女权，结果就是让韩国性别对立和冲突愈演愈烈了。神秘无处不在，今天跟随神秘哥的步伐，一起揭开韩国女权和男权的面纱，性别战争到底是如何毁掉韩国的。2015年，韩国 Magalia 女权组织诞生，他们的宗旨就是消灭韩国的男性，专门设计的 logo 就是一丁点的手势。随着一名韩国女性怀上男宝之后，立马打掉了，并把照片上传到了网上，引发了韩国人的热议，认为 Magalia 的存在过于极端，而且处处都在暗示韩国男性短且小，严重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。于是韩国政府直接把 Magalia 取缔了，从此韩国男性把自卑刻进了骨子里。韩国射箭女运动员安山在奥运会夺冠时剪了短发，就被韩国男人扣上了女权的帽子，强行对安山网暴，要求她当众道歉并放弃金牌，退回奖金。难道特朗普这个手势也是吗？这还不够，韩国品牌的广告但凡出现了一丁点的手势，就会被韩国男人抗议到下架，甚至连警方都出面了。一丁点的手势就是在故意侮辱男性。韩国爆发性别对立，结果就是现如今的出生率居然比战时还要低。从一国总统把男女矛盾当作自己的当选利器，再到韩国财阀把女明星当作玩物，都体现了韩国人从根本上就看不起韩国女性。再加上韩国内卷成瘾，女性想要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，就要比男性努力上百倍。而当女性靠自己获得了机会后，韩国男性又开始高喊自己的利益被侵犯了。为什么他们总是把自己的不行推到女性身上呢？从职场竞争到职场性骚扰，韩国女权主义彻底爆发。他们反抗的第一步就如同这句话所说的一样，我绝不允许从我的胯下生出来一个歧视我性别的东西。于是韩国现如今的出生率直接跌破 0.78， 这是什么概念？战争时期韩国人吃不饱住不安，出生率都高于 1.0， 现在不愁吃穿，还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。 0.78 的出生率是毁灭性的水准，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崩溃时才会出现的数字。韩国女性为做到这一点，都是因为每一处都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，被男朋友哄骗睡了觉，结果第二天睡觉的视频就出现在某黄色网站用来牟利了。女孩子自杀后，韩国的男人还在吃人血馒头，再到韩国 N 号房事件，韩国小孩偷拍妈妈洗澡视频等等，韩国出生率比战时还低，竟然是因为幽灵儿童爆发。2023年，韩国一30岁女性因为生活困难生下2个孩子后，又亲手杀害了他们，并藏尸冰箱5年之久。在韩国出生率不断刷新下限的情况下，杀婴藏尸案只不过是韩国女性反对男权的导火索罢了，因为这背后居然牵扯到了一连串的幽灵儿童事件。为了提高出生率，在韩国堕胎是违法的，于是韩国女性选择了生下来，医院里是有出生记录的，但是不给儿童申报出生登记，这些孩子最后是死是活就无人知晓。于是韩国警方展开调查后发现，居然有超过867起幽灵儿童事件，其中有27人确认死亡，667个孩子生死不明。据说韩国女性对孩子的厌恶程度已经到了公开场合，比如商场、咖啡馆，能够宠物入内，绝不能够带小孩子入内的地步。再加上韩国男权制度的根深蒂固，韩国首尔分娩医院的孕妇指南明确指出，韩国女性临产前要做好家务，检查家里的生活必需品，不要因为生产让家里人的生活感到不便，同时还要备好小菜，让家务生疏的老公有吃的。光是这一点，韩国不想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都难。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，关注神秘科普院，神秘科带你解锁大千世界。